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5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主要是谈7月4号美国独立日，美国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活动。那么，川普总统参加了美国在华盛顿举行的这个盛大的活动。在活动上呢，川普总统发表了重要的讲话，针对中国。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从川普总统的讲话，我们来开始谈起。也就是7月4号是美国的独立日，是美国庆祝美国建国244周年的一个盛大的庆典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呢，在华盛顿举行了很多庆典活动，包括人们举行的游行、广场集会，以及晚上播放了盛大的烟花晚会。Put your hands together for the Blues and the Birds. 那么，川普总统和他的太太都参加了这些活动。在这个独立日活动上面，川普总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这个讲话里面，川普提到了很多内容，尤其有关中国的内容。川普总统就对美国人民表示，美国有13万已经因为中国病毒逝去了生命的这些美国人，川普总统一定要为这些已经被中国病毒夺去生命的人为他们讨还血债。中国呢是必须要为这场瘟疫呢对全世界负责。川普总统明确提到，中国的这场病毒让全世界189个国家蒙受了灾难，大量的人员感染受伤，有相当一部分人死亡。那么面对这么严峻的对美国冲击和对全球冲击的形势，那么美国的科学家们和美国的医疗专家们现在正在紧急研制疫苗，而这些疫苗呢，按照川普总统讲，美国的科学的能力应该来讲，在今年年底有望呢投入市场，通过这个疫苗来挽救全球人民的生命健康，来避免这个中国病毒给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带来更大的病毒侵害。那么目前中国已经导致的对全球的这一场瘟疫的灾难，中共要负起责任，美国是一定要向中共讨还这个血债的。We are unleashing our nation's scientific brilliance, and will likely have a therapeutic and/or vaccine solution long before the end of the year. And happy communities. China's secrecy, deceptions, and cover-up allowed it to spread all over the world, 189 countries, and China must be held fully accountable. 可以讲，川普呢在整个这2天参加独立日的活动，无论是他到拉什莫尔山总统山的那次活动，还是他回到华盛顿，包括他在机场上飞机之前接受很多媒体采访时候，他都明确就说，未来几天美国将会针对香港出版的这个港版国安法会有2到3个动作。那么这2、3个动作是什么呢？我们大家呢都非常关注，因为港版国安法对中国和对全世界民主自由造成的这个侵害啊，绝对不亚于当年6·4的这个侵害。国际社会究竟是表现出正义，还是说国际社会就像当年老布什一样装模作样对中国制裁一下，然后呢就一切都恢复原样了？尤其是现在这个默克尔领导的欧洲人，默克尔领导的德国现在已经担任了欧盟轮值的主席，从7月1号开始起，一直是半年时间。那么正好在德国担任轮值主席国的这个时候，恰好是中国通过了港版国安法。而在这个过程中，默克尔他根本就没有对港版国安法对中共有任何制裁措施，相反，他告诉欧盟要团结一致，要用一个声音说话。用什么声音说话呢？就是这个纳粹子孙、共产主义的这个接班人默克尔，他就号召欧盟要用一个声音说话，要跟中共继续勾兑。他呼吁欧盟要团结，他告诉欧盟，中国既是欧洲的经济竞争者，也是欧洲的战略伙伴。China ist ein wirtschaftlicher Wettbewerber und zugleich ein strategischer Partner. Um unsere Beziehungen erfolgreich zu gestalten und unsere europäischen Interessen gegenüber China wirksam vertreten zu können,
muss Europa geschlossen mit einer Stimme sprechen. Nur gemeinsam haben wir 27 EU-Mitgliedstaaten genug Gewicht, um mit China ehrgeizige Vereinbarungen zu treffen, wie etwa ein Investitionsabkommen abzuschließen oder Fortschritte beim Schutz des Weltklimas zu erzielen。也就是他到今天仍然视中国为他们欧洲的战略伙伴，他们不过是跟欧洲在经济上是成为一个竞争者。所以说，他要求欧盟27国必须果断地以一个立场来发声，代表欧洲的利益，跟中共呢共同促进他们共同的利益。这就是默克尔。默克尔用利益来绑架欧洲，希望欧盟27个国家跟德国一样，跟中共沆瀣一气，跟中共狼狈为奸。然后他们把中国视为战略伙伴以后，挑战美国，挑战自由价值观，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要对中共打压的这个国际氛围。这就是默克尔作为一个纳粹子孙，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接班人，他不断地扮演的这种丑恶的角色。可以讲，有欧盟在，美国对中国的制裁，我认为到最后是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效果的。因为美国呢也很难做到他自己能够对中国有一个独立的制裁。尽管美国通过了香港自治法，去年也通过香港的民主人权法案，不过是美国通过他自己的能力，对中共的一些官员和中国的一些公司、中国的一些银行给予制裁。但是欧洲的不配合就会带来什么？就会带来最终美国的很多制裁计划就是雷声大雨点小，最终通通流产了。你可以看当年的6·4嘛，当年的6·4以后，美国实际上除了安置了一批8、9前就到达美国的所有的中国人，给这些人发放了他们的绿卡，然后安排了一批逃亡的学生，这批的逃亡学生在美国读书，然后在美国经商，或者很多人都成为前人学者，甚至很多人都重新投靠共产党，回到中国大陆了。美国实际上除了安置了这些人之外，没有做任何事，也没有对中国有任何实际的制裁。尤其是很快克林顿接任以后，克林顿不但是把最惠贸易国跟中国的人权脱了钩，还把中国拉进了 WTO。从此，中国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世界经济秩序中，中共就是狂奔乱突，最终就破坏了全世界。而中国通过他自己破坏世界，通过他自己榨取本国劳动人民的血汗，给出他们非常非常低廉的报酬。中国把自己这个国家，把他自己这个政府，他的这个 GDP 做到了全球第2。所以说，6·4 30年阴见不远，我们完全可以从6·4的身上看到这次港版国安法以后，全球怎么对待中国，中共他又是能够如何在这次港版国安法像当年6·4一样，他能逃脱国际社会对他的制裁，最终中共仍然在全世界可以讲叫耀武扬威、称王称霸。所以说，香港国安法通过以后，我们一直是看国际社会的反应。美国是出台了香港自治法，还要看这个自治法最终对中共的官员、对中共官员所影响的各个社会有哪些影响。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实实在在的，在港版国安法之后，对中国有所制裁的，恰恰跟当年6·4时候非常非常的相像。也就是英国，他现在明确宣布，英国给予300万持有英国 BNO 护照的香港人，给予你们在英国定居和英国逃生的一个渠道，也就是解决了一个逃生渠道，和当年安置一批学生、安置一批中国大陆逃往到全球各地的学生，他的措施是一样的。除了这个措施以外，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其他的措施。如果说欧美国家仅仅是安置一部分香港人逃生，那么我觉得共产党的阴谋就得逞了，因为共产党根本不在乎这批香港人他们逃往海外。中共对香港的政策我多次说过，他们是留岛不留人，是腾笼换鸟，也就是把香港留下来，你们这些人你们走，你们走了以后，中共从国内迁移大量的这些粉红民众，把他们带到香港，然后把香港染红。你看他安排的这个香港的国安署署长，你可以看到吧？郑燕雄标准是一个流氓嘛，完全是一个镇压乌坎的一个村官。所以一个村官治香港，那也难怪习近平一个小学生治理中国，他只可能安排一个村官去治理香港。老百姓一天比一天胃口高，一天比一天聪明，一天比一天难管。那么像这样负责任的政府，你不指望，你指望国外几个烂媒体、烂报纸、烂网站，好坏都颠倒了，他们负什么责任呢？啥事干不了，巴不得你们打成一团，社会主义大乱，他们就高兴了。有事找政府，不请外人说短长。我给大家再念这几句话：食者入土为安，不拿尸体做文章。
但是来到香港的这个流氓完全是个不学无术、口出狂言，而且粗鲁不堪，讲话杀气腾腾。就这样的人来管理香港，来担任香港的国安署署长，就可以想象香港人民他们的这个悲剧很快就会发生。加上郑远雄这种流氓打手拿着中国的国安法，他马上就对香港的民主人士，然后就大开杀戒了。所以说，香港的形势我们大家都看到，美国很多政治家们也看到，他们也都在呼吁。问题是光呼吁没有用，要有具体的实际行动。川普总统白宫的顾问，他的这个鹰派幕僚叫纳瓦罗，他这2天在接受福克斯采访时候，他就明确说，中国人民是勤劳善良的，我们一定要把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开。但是这个勤劳善良的14亿人民，现在被共产党、被这个残酷的中国政权正用最残酷的奥威尔式的集中营式的方式对他们进行的管制，所以说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自由全部是被压制的。那么美国完全看到这一点，所以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这2天要出台2、3个动作来制服中共。那么如何制服中共？那么纳瓦罗说，美国政府呢现在正在计算香港和中国大陆有哪些不同的美国给予的优惠政策。那么这些优惠政策取消以后，将会对中国和香港产生哪些变化？所以说呢，美国政府呢现在在通盘的考虑所有方案以后，最终呢会拿出他们实实在在能够对中共打击的方案，而且在未来几天将会完成，肯定是要取消香港特殊优惠待遇。而且川普总统讲了，除了个别的地方，其余的香港将会完全视同跟中国大陆是同一个城市。美国会继续加紧把所有在中国投资的美企全部撤出来，然后没有了香港这个对中国的这一层保护。因为过去香港是经济特区嘛，很多时候香港是利用美国给予它的特殊经济地位，可以做很多中国共产党想做，但是在中国大陆以中国大陆出口或者进口做不了的事，通过香港这个特殊经济贸易地位的城市转一手，它什么都完成得了。现在把香港这个优惠贸易待遇取消了，让香港跟中国大陆一样了，那么香港它这个功能就完全不存在了。所以说美国认为，只要取消了香港所有的优惠贸易待遇，取消了它这个金融港的地位，取消了这个全球第3大、亚洲第1的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之后，那么除了中共会受到严厉的打击之外，那么香港的经济和中国大陆的经济都会带来雪崩式的变化。 The other thing I should say on this glorious 4th is today we are mourning the loss of independence of Hong Kong, even as we are celebrating our own independence. And I think Americans might want to reflect on what has happened to the people in Hong Kong at the brutal h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don't think that, oh, it's just Hong Kong. China,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doing that to us right now with this virus tearing us apart. But you mentioned Hong Kong, Peter. This new law, new national security law from the Communist Chinese now allows them to grab dissidents inside Hong Kong, breaking the agreement there, and effectively putting them into prisons in Communist China, where, of course, they'll never see the light of day. Again, to the previous question, what more can we do directly as a country to confront the scourge that is the Communist Chinese? With respect to Hong Kong, President Trump on May 29th in the Rose Garden announced that we will no longer treat Hong Kong as a separate entity from Communist China. And what he did was set in motion a process with all the government agencies to figure out exactly how many ways Hong Kong gets that preferential treatment, and you can expect within the coming days and soon that the president will complete that process. Basically what we have now is Hong Kong is being absorbed into what is effectively a great firewall concentration camp. These people, I mean, people of China are good, hardworking people. They live under the worst Orwellian kind of nightmare you can imagine. And I can tell you this. With this new brutal law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assed, there's going to be thousands of people in Hong Kong who are going to spend the rest of their days effectively in concentration camps. And this country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cannot stand for this. Pete, they're doing this behind the cov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irus. China is known for this, exploiting crises to advance their own strategic agenda, territorial ambitions. They're at war with India right now. Last time they did that was dur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So we got to get tough
on China. It is the fight of our lifetime, truly, staring down the collectivists who believe in everything but freedom and they want total control. 所以说，纳瓦罗他实际上对中国是了解得很清楚的。因此，福克斯的那个主持人他明确就说：“他说我们和中共之间现在正经历着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战斗。”这就是福克斯的新闻主持人，他都能够总结出美国和中国现在正在经历着一生中最重要的战斗。那么这个战斗能不能把它打好呢？这主要就看川普总统。因为川普总统呢，一直呢对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的签订非常的情有独钟，希望中共呢能跟美国购买大量的农产品，尤其是那些大豆。所以川普总统对第一阶段协议呢，他非常的看重。他呢在处罚中共时候，他很多的时候投鼠忌器，就会考虑到这个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因为中共呢总是跟美国以买一点农产品的这种方式来吊住川普，来吊住美国的经济。所以说，不知道川普总统能不能这次痛下决心。其实中共一直在耍美国，我不相信川普总统这么聪明的人，他看不出来。刘鹤在跟川普签订完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之后，刘鹤笑眯眯地跟川普说：“哎呀，中美我们签了第一贸易阶段协议，我们中美之间就是双赢啊！”所以川普当时也感觉到很高兴，双赢啊！因为中国他赢了，也就是赢了美国不对他制裁了，美国也赢了，就是美国的大豆卖掉了，美国的农产品卖掉了，所以川普认为是双赢。但是川普知不知道啊？中共的这个御用专家，习近平智囊团的主要的这个专家教授叫金灿荣。金灿荣怎么说啊？金灿荣恬不知耻地说，双赢就是中国赢2次，我们成功的把美国人忽悠了。金灿荣讲这个话，他自己情不自禁都笑起来啊！因为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一个国家和另外一个国家签订这么重要的协议，他们是以忽悠为主要的目的的。当他们把对方忽悠成功了，他们就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双赢就是他们赢2次。因为骗子的快乐啊，你如果没当过骗子，你是尝不到那个骗子的快乐感的。金灿荣就是这样。中共这个是个什么国家？这是个流氓政府、流氓政权，对老百姓就是用枪、用刀、用防火墙，对外面就是欺骗、用撒钱。中共就是这样对待内外，然后中共在维持着他这个政权的。一个国家对内外都没有诚信，对内靠枪、靠高压、靠维稳、靠防火墙，对外靠骗、靠撒钱、靠用钱去拉拢朋友，这样的政权它能持续多长吗？习近平动不动要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骗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你真以为全世界欧美国家大家看不出你中共想在干什么吗？所以说中共他自己觉得他很得意，他觉得他自己步步为营。他在香港趁着全球大家要抗议，趁着全球美国尤其是美国川普总统要2020年大选连任，民主党和共和党内斗厉害的状态下，他急急忙忙在香港推出国安法，就是试探国际社会，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中共要维护他的政权。所以对中共这种做法，香港当地民众、香港当地的议会、香港当地保持正义的那些良心人士，他们是纷纷对中共给予谴责和抗击的。香港的立法会民主派的议员就在礼拜1，也就是港版国安法生效的那一天，他们不畏强暴，他们仍然举行了议会的会议。其中立法会的议员毛孟静，他批评中共当局随意定义、阐释法律、颠倒黑白。另外一个立法会议员张超雄就指出，国安法的危害实际上赋予了中国共产党、赋予了中央政府和香港特首他们的随意性，他们可以在香港随意的抓捕人。When they say day is night and dark is light, you just can't argue because they are the law. But this is not rule of law. This is not even rule by law. This is rule by decree, because anything is up to their interpretation. 我唔詳細去分析呢條法例有幾惡，我諗個重點係其實係隨意性。即係呢條法例係賦予咗共產黨中央特首，佢隨時鍾意拉邊個就拉邊個，佢認為乜嘢行為係國家安全就得。所以說，香港民主派的議員是堅決反對的。那麼在一片反對聲浪之中，有一部分人是嚇怕了，但是更多的年輕人，他們仍然不畏強暴，敢於挑戰這個惡制。香港中文大學在舉行的畢業典禮上面，當主持人宣布所有在場的學生要起立唱國歌的時候，學生們全
全部在这个义勇军进行曲唱响的时候，他们齐齐的转身，手举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语录牌，高喊的口号，他们要光复香港，要时代革命。奏國歌，請保持肅立。The national anthem, please remain standing. 大家也知道，这个学生们是冒的风险很大的，因为中共在国安法通过实施以后，中共已经解释过，凡是继续高喊口号“时代革命，光复香港”的，就定义为违反了国安法，叫抓捕。因为他们认为这两句口号已经是什么？是标志着香港独立，要革命嘛，要反对中央政府嘛。所以说，谁在喊这个口号就可以抓谁。但是中大的毕业生，就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毕业生，他们齐刷刷的全部背对着主席台，背对着义勇军进行曲，高喊时代革命光复香港的口号，他们不怕共产党抓捕，他们就敢于跟这个体制死磕，他们就敢于跟共产党斗争，他们就不怕牺牲，不怕流血，他们前赴后继。所以说，中华民族的希望就在这一代香港人身上。正是有这么一批香港的不畏强暴的少年，我们中华民族才有可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结束共产党的统治，推翻共产党的体制，在中国实现一个我们缔造一个民主的中国。为了这一天早日到来，所有的中华民族的儿女都应该跟香港人民一起团结奋斗，尤其是我们海外的华人，也就是肯定有大量的香港人会撤退到海外各个国家，尤其是英联邦国家，美国、英国肯定会最多。那么我们这些人就要紧密的团结起这些香港同胞，然后在海外一起对共产党发起新一轮的抗争，最终要让我们一起团结在一起，中华儿女全部团结在一起，消灭共产党，消灭中共这个对中国人民统治了70年，压榨中国大陆人民、压榨香港人民的这个无耻的政权，要让他们在我们的手上尽快的结束。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